梅的白天与黑夜聚焦到玉梅身上，独居的老年女性，她是在不停地寻找，想有一个伴侣。虽然经历过2次婚姻，但是她对于新的感情生活的憧憬都是一样的，用这样的纪录片的方式去展现这一代人。她经常去的宜家，包括公园啊、茶室、棋牌室、卡拉 OK， 其实就是老年人聚会的地方。那他屋里向哦，办公室80万有特子哦。那屋里老婆啊，我特子了，对啦。我寻死啊，我不欢喜个嘛。侬勿懂我得了。我得侬得了。让那老婆吃粗些搿种阿拉老婆勿吃醋。勿吃醋。这样的聚会的场所当中发展成伴侣，甚至结婚的，我是听到过有这样的例子。他那些约会也有彼此看不上对方的啊，或者觉得不满意啊，所以他也会说搿个老正常的嘛。在感情上的这种态度让我觉得他非常modern。搿2天伊讲坐5分钟勿到，伊讲接2十了，葛末我讲坐到室内对伐？10块100，我说10块100是伐？还是坐到你家好，你家勿要钞票，勿要吵，我眼睛朝侬谈一谈，清爽了。他自己的家是在非常市中心，他选择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生活在郊区。某些方面生活成本的压缩，让他有一些别的方面的空间，可以去旅游啦，约上闺蜜们去汗蒸啊。好，进来。他在我遇到他过去的10年，搬过很多地方，他有很多一个个袋子，搬家特别快啊，跟他的这一代人的生活经历非常有关系。他好像没有太在乎要在哪里，从上海到新疆，又回到上海，结婚有离婚，一个人抚养女儿，然后女儿长大了，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家庭，那他又独生了。好嘞，搿种废闲话不要讲，不要太伤大啥的。搿我搬上那从来勿的，妈妈，是不是帮侬看看物事啊？有伐？但现实呢，我真的听不要听。我没有拍到他的女儿，他还有别的孩子，我甚至都没有听到这个电话。拍摄跨度接近1年的时间，我并不是要展示他整个人生70几年，就想表现此时此刻的美。他身上的故事带领着我看到了那个被折叠的世界，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啊，依然会过春节，会遇到中秋。他那天好像喝了1小杯，自己烧了几个菜，可能是不是他自己的新年音乐会。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依然爱美，依然爱帅。他经常跟我说不能选择太帅的啊，他说我当年就是因为选择太帅的了。但他有时候经常会说，还是要选择帅的，看着也过瘾啊，我宁愿少吃几碗饭。经历那么多以后，原来人想法没有变啊。跟着这个片子，我是有成长的。对于这代人的想法，我现在更愿意跟我的父母辈是一种朋友之间的关系的交流，而不是站在一种晚辈或者后代。我生长成长的这个城市让我产生很多创作欲望。拍这部纪录片的这个契机是因为我其实当时想去拍摄一部同样题材的一部故事片，然后我就去采访了很多像梅一样的人。你就进老太婆，进老太婆，搿搭老太婆蛮多呀。摆啥个啥？哪能摆啥个啥？啥意思啊？阿拉海女。我跟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南京东路地下1层的吃自助下午茶的餐厅，他们会选择比如说某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套餐是有一个半价档。他行走在这个人群当中，有一种特别吸引你目光的魅力。我会觉得我在跟一个年轻人在对话。我聊了好几次，有强烈的开始想去用纪录片电影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我每一次看，包括在做后期的时候，我始终觉得这是一群
对于生活、对于自己情感的要求很强烈，那种热情，努力的去寻找合适的，让他心动的。我觉得这个没有分别，跟你我都一样。哎，我出口这个等侬，侬看到有汽车站的地方啊，好吧，我就让他汽车站个这个出口等侬，晓得吧？